最让我感动的当然是我去瑞士了。很多人问我说：“你爸同意吗？”我说：“当然了。”我很骄傲的说：“当然了。”我想首先谈一下我的父亲，因为我有太多聊了，所以我今天就是略的写了一个提纲。我平时一般说这些东西，我是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我是一个即兴演讲的大师。第一的话，我觉得我父亲就是最让我感动的点是他非常的支持我。我记得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小学嘛。然后我是小学，首先说一下，我是上海市重点小学里面就是全班第一名，什么成绩都是第一名。但是呢，我们那个变态的这个数学老师嘛，他每天就是说下课都要留我们，就是说留下来要做作业。我是江苏路第5小学的，然后他最变态的点呢，就是在于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班级45个同学嘛，他就是要一个一个批 ，you know what I mean？ 如果比如说我今天去，我是比如说第30个我上去了，我交给他作业，我只要有一个错啊，他就叫我重新等一轮。我重新等一轮的代价就是我要再等1个小时，这是没有道理的呀。所以我每天都很晚回家，然后饥肠辘辘，胃都疼了。然后我爸爸非常心疼我嘛，他就很顶我，他就到学校里面对我的老师说，他说你这个老师可真变态，你自己30多岁了没结婚，心里空虚寂寞冷，要拖着孩子陪你一起。他说你要是寂寞空虚的话，你找女朋友呀，不要拖孩子呀。然后我那个数学老师整个脸呜一下就涨通红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这个话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了。然后自从那个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留下来过了，因为确实没有必要。我本来就是已经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我的成绩能够证明我已经学得很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就是说非常形式化的主义，就是我一定要留下来做你的作业，对吧？才能够证明说我在认真学习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我爸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对我创业，他也非常的支持我。不过其实我在没有创之前的话。就是说我去新加坡的那次，他没有那么的支持我的，因为他毕竟是老一辈，对吧？无产阶级，就是是从文化大革命啊、3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来的，他会觉得说这个举动非常的冒险，就是觉得说啊，你原来本来就已经有个月薪2万的，就是一个建筑的项目经理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29岁的时候还去折腾嘛？他没有特别支持我，但他也没有反对。但等到他看到我去新加坡发了光的回来以后，他相信我了，也就是说他被我反 PUA 了。我反 PUA 的能力是很强的。我顺便说一下，就前2天我收到一个网友，他说从一开始就是说不是很理解你的这个行为，到看完了你所有的视频，我现在特别支持你。他说我从质疑沙白、理解沙白到成为沙白，我觉得就是我爸爸也是一个被我反 PUA 的过程。他突然发现说，哎，这孩子行啊，就他自己给自己做主，然后他做完主以后的这个 decision 也证明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就是说，我创业这件事情的话，我爸爸也特别支持我的，也没有就是说，对我就是说进行就是说一些劝诫，说哎呀，你还是不要创了，你看啊，对吧？你做个托福老师，其实那个我当时教托福的，就是说这个薪水也是很高的，也是跟我在新加坡差不多的工资。Can you believe it？ 我一开始就是说，我说 OK， 我做个托福口语老师，我觉得挺开心的，我根本就没想着钱的事儿，因为我从新加坡回来之后，我就再也不想钱了，我只想 happy， 你知道吗 ？Anyway， 就是他一般的家长，我觉得估计在这个薪水的层面上，可能是更加不理解了，对不对？但是我爸爸就支持我，很顶我，特别是我第1年就是说跟我的这个 business partner 分开以后嘛，第2年不是成本又上去了，对吧？精神压力又大了，资源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他还是非常之支持我。他跟我妈妈。就是我爸跟我妈都很支持我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可能说我之前做出的成绩吧，我以理服人。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最支持我呢？对，最支持我的、最让我感动的当然是我去瑞士了。很多人问我说你爸同意吗？我说当然了，我很骄傲的说当然了。当然你说他是就说从一开始说哦好，那咱去瑞士吧，那不可能，对不对？他也是有过犹豫期的，也有过反复期的，但是就是他能够就是说在多次的这个 situation 上面对我说。好的，我们去瑞士，我支持你女儿，爸爸爱你，爸爸爱你。确实没有必要，就是说这种无谓的痛苦，我觉得这已经了不起了，因为我爸爸毕竟已经78岁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鼎力的精神支持吧，所以我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当然了，我自己也有天生自带的一种气质，可能就是我父母再生一个孩子出来，未必有我这么就是倔强，可能我觉得。然后还有什么我爸爸值得让我那个的？哦，对，我爸爸从小给了我无私的陪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高中特级数学老师啊，很多高考卷子都是他出的。他呢就是说每个周六周日吧，都就是说带我去公园玩，然后还带我同学去公园玩。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是全班同学羡慕的对象，因为我爸爸就是每周末都会带我出去玩，陪我玩。然后呢，他教我这个，就是说学习也教，但是我父母都是属于这种不太管我学习的。第一，我已经说了我学习很好，你也用不着管我，对吧？我就是属于那种强迫症的，就在学校不做完作业，我根本就是不会回家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在外面那个等公交车嘛，我会在等公交车旁边那块石头上把作业做完了，我再回家。而且呢，我做的作业的速度是贼快的，我做数学题目的速度也贼快。就比如说人家一张卷子要做40分钟，我20分钟就做完了。就是这样的速度，就是神速嘛。当然了，你就算是再天才，你也有考的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对吧？就像有些家长，比如说你考个98分，也已经很好了，虽然不是100分，他们可能会责备你嘛。但是我父母没有的，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对我，有过 negative 的 comments， 从来没有。然后我爸爸对我的所有的学习是事先教的，就是说他会在暑假的时候，把下一个学期所有的数学课全都教完了，所以说我基本上数学课也是不怎么听的。因为都学会了嘛。然后我爸爸教学呢，也不是那种很枯燥的，他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们认识我爸爸的话，会觉得他是一个贼搞笑的人。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个课上得我哈哈大笑，而且他也很知道劳逸结合，他不会让我一天就全部都上课。基本上他觉得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只要学个1-2个小时，然后就放我去玩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然后我爸爸从小呢还特别夸我，就不是从小，就到现在他还一直夸我，他一直跟我说，哎呀，他说你从小贼聪明，他说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是出口成章，已经会背很多这个唐诗300首，就是他 basically 就把我当个炫耀的玩具嘛，到处带着到邻居家、伯伯、阿姨家走走，然后让我背唐诗 you know， 然后还说什么我这个骑自行车，就他骑自行车骑我嘛，在桥下教了我一首诗，上了桥下了桥我就已经背出来了，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是我爸爸家的亲戚都在美国嘛，有的时候就是我的大姑姑现在已经过世了，说她有的时候会很骄傲说，你看咱们家那个亚楠姐姐对吧，就是嫁了一个很有钱的外国人。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的吗？我爸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说叫你女儿跑过来到我家跟我女儿比解方程式，他说你肯定解不过我家女儿的。你知道吗？有多顶我，你知道吗？就人家说的是婚姻大事，人家嫁得好，但我爸说你嫁得好，再嫁得好又怎么样？你就是没有我女儿聪明。然后我每次听了我爸这些对我的这种保扬之词的话，我都会就是觉得特别开心，就是觉得哎呀太幸福了。怎么说呢？就是太幸福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跟我爸爸之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是虽然说他是78岁是那个年代，但是我们会互相说对不起。互相说我爱你。我记得我爸爸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是初2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一定要逼我吃完他的这个烧的早饭才能去上学，知道吧？他也有些让我很不喜欢的点，我那个时候就口出狂言，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让我吃完你的早饭，不是说觉得吃早饭这件事儿，而且并且那么愤怒，如果我不吃的话，不是因为就是说吃早饭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说对我的健康很重要，不健康了你那么生气，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吃了你做的早饭，我知道吗？是你的控制欲在作祟。我初2的时候就说出这样的话，然后我说你好好反思一下。然后我就是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为了这个吃早饭的事情，我一周都没有理过他。然后我爸爸吓傻了，然后他有一次说，哎呀，他说女儿，他说你别不理我呀。他说爸爸错了，哎呀，他说你别不理爸爸，跟爸爸交心吧，好吗？爸爸错了，爸爸错了，哎呀，不要不理我。然后自从那次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贼好贼好贼好的。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关系不是不吵架，最好的关系就是说吵了架以后，彼此可以互相道歉，互相说对不起，在最后互相拥抱，互相说我爱你。我现在每天给我爸打电话都是会说，爸爸我好爱你哦，然后我爸爸说我也爱你啊。对，所以我觉得我拥有非常完美的童年。